赌王家到底藏了几个孩子？继二太蓝琼英去世以来，赌王家族再次冲上风口浪尖。不论是新赌后何超琼亲母的去世，还是四太梁安琪与洗米华案，亦或是何猷君的对怼网友12问，总之赌王家最近很热闹。但不论前线闹得多凶狠，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一份布告降低关注。有谁还记得当年赌王刚一过世，布告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名字何猷帮，这个闻所未闻的17子就这样悄悄地出现在了名单里。世人都在问生母是谁，殊不知这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明面上说赌王家的孩子按风水师蔡伯利后人的说法，必须要把所有子女名字写上才能够福荫后人，这个说法当然靠得住，而且相当冠冕堂皇。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曾经坊间一直传说的第17个孩子原来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名字上并没有像已经离世的何超英和何猷光那样用黑线框起，证明并没有像流传的版本之那样已经夭折，而且还好好在世。根据布告上的排序，这位何猷帮的年龄应该是介于1991年出生的3房公子何猷启和1993年出生的4房长子何猷亨之间，也就是大约在28岁左右。江湖上早有传言说四太其实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除了何猷亨和何猷君之外，还有一位叫何猷嘉的小儿子。港媒曾经爆出过所谓何猷嘉的童年照片，关于他的下落，坊间流传的主要有2个版本，一为童年夭折，二为患有智力或精神上的疾病。要强的四太便把孩子藏起来，躲开大众视野。但是关于这些传闻，四房大姐何超莹曾经亲自下场澄清，解释说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其实是3房公子何猷启小时候的照片，赌王千金言之凿凿，根本没有何猷嘉这个人，一直都是误传。既然亲姐都辟谣了，那么大众自然没有理由不相信。然而就在布文发布的当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17子越炒越热，闹得四太梁安琪不得不发声认亲。他公开承认何猷帮是4房长子，梁安琪直言何猷帮是他和赌王的儿子，因为身体原因，所以没有向外公布有关他的任何消息，而且为了保护他，他和赌王才决定隐瞒。但是家族的人都知道何猷帮的存在，并且以后不会做任何回应了。此次公开其身份，是因为何猷帮的姓名随后会依照传统刻在父亲何鸿燊的墓碑上。与此同时，4房大姐何超莹也在记者面前证实了何猷帮的身份。回想何超莹当年辟谣时那句没有何猷嘉这个人，还真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啊。总结四太的回应，最重要有以下几点： 1. 何猷帮是我生的； 2. 何猷帮身体有问题才没对外公布他的信息，而且需要家人的保护； 3. 家族和亲人都知道何猷帮的存在。很快港媒也对此进行了回应，何猷帮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导致情绪不稳定，现在在美国生活治疗，并且为了让何猷帮得到很好的照顾，赌王生前要求他的生活以及治疗费用全部都由家族基金负责。但让人费解的是，赌王生前居然特别叮嘱2房长女何超琼要好好照顾弟弟。何猷帮作为四太梁安琪的儿子，为何还要叮嘱何超琼照顾好弟弟呢？难道赌王担心四太梁安琪照顾不好他，还是另有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四太小儿子的何猷君，早在2019年发布动态时自称四哥，也间接承认了是大哥。因为梁安琪所生的子女排序分别是何超莹、何猷亨、何猷君和何超欣，按照常理来说，何猷君排在第3，应该叫三哥才对。而且曾经就有网友爆出了多年前何家举行 party， 突然有个智力有问题的小朋友出现，但很快就被工人捉回房间。难道这就是何猷帮？而且真的患病了？可网友们对于四太梁安琪的说话明显有质疑。我们都知道，作为四姨太，之所以能够被赌王娶进门，梁安琪可是出了名的精明。她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优势，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不然面对二太太蓝琼英这样城府极深的女人，她根本进不了何家。早前也有媒体爆出，本来赌王只是跟梁安琪玩玩，没想到他得知了赌王的某些秘密，只好娶她进门。何猷帮要是生病了，作为母亲本该积极陪伴左右，而且还可以借此博取同情，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关注和利益。可是他没有这样，反而选择了隐瞒真相。那么四太梁安琪这样做肯定存在某种原因，而这种原因很可能对自己极其不利。很快，曾经差点成为赌王五太的励志被扯了进来。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赌王何鸿燊的时代，他呼风唤雨，一手遮天，风头正盛。虽然那时候的赌王已经接近70岁高龄，但是依然风流倜傥，不仅有钱，还是擅长跳舞的绅士。
不少女性都以能和赌王跳一支舞而感到荣幸，所以擅长跳舞的励志自然而然和赌王产生了联系。两人相识于一场私人酒会，励志成为当晚最耀眼的那颗星，赌王自然对这个美人一见倾心，两人尽情舞动，对旁人视若无睹。从那之后，励志变成了赌王的专属舞伴，在励志身边的赌王更是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然而这个女人让刚进门的四太梁安琪深感威胁，而赌王也有一副要娶励志为五太的架势，这个决定也让蓝琼英后悔不已。但事已至此，只好和梁安琪化敌为友，三任太太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励志，绝不能让她进门。还没进门就如此受宠，要是生下几个孩子那还得了。虽然赌王才是一家之主，但是三任太太联合起来威力还是很强大的，不管赌王说多少甜言蜜语，就是不肯同意励志进门。于是赌王就想破了脑袋，愣是没有办法。三任太太的联合成功，将励志拒之门外。本来励志进不了门就没什么多大影响了，结果二太太还是不想放过励志，直接下了江湖追杀令，导致励志退出了娱乐圈，就连励志的司机也莫名遭遇车祸，下场十分悲惨。幸亏当时励志不在车上，才躲过一劫。眼看家庭矛盾逐渐升级，也是为了励志的人身安全考虑，何鸿燊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女人。比起荣华富贵，惜命的励志再想当阔太，也只能选择和何鸿燊分开，暂时去往大陆。吃痛没背景的教训，励志这次回归大陆，一眼就选中了如日中天的武打巨星李连杰，略施手段促成了两个人的相遇。在拍摄《龙在天涯》时，励志疯狂展现自己性感的身材和独特的气质，一见面就让李连杰完全沦陷。再加上励志那双勾人的眼眸不断发射电波，更是让李连杰难以忘怀。但在当时，李连杰已经和妻子黄秋燕结婚了，甚至还怀了自己的孩子。一边是自己的结发妻子，一边是自己一见钟情的女人，李连杰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直到李连杰因为拍摄黄飞鸿的需要，暂时和励志分隔两地的时候，他想明白了，励志才是自己这一辈子需要去守护的人，比起自己的结发妻子，他更爱的是励志。于是李连杰便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还在待产的黄秋燕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分手。黄秋燕明白，既然李连杰已经将这件事情提了出来，就没有可以挽救回来的心，也就分手了。分手之后的李连杰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去追求励志。当时的励志前脚被赌王老婆们追杀，后脚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好多钱，最后还是在李连杰的帮助下才得以还清债务。李连杰主动找到了向华强，并答应帮他拍摄6部影片，但是要先付一半的费用。正是凭借着这些费用，才帮励志挺过了难关。励志当时很是感激李连杰，但是怕自己成为下一个黄秋燕，便和他立下了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还爱我的话，我们就结婚。终于在1999年的时候，李连杰终于和励志领证结婚。相较于李连杰和第一任妻子举办婚礼的简陋，这次的婚礼简直是大操大办。但在当时，有人说励志同意嫁给李连杰，是因为当时励志又欠了一大笔特殊的债，需要李连杰遮掩。具体原因，相信死去的二太蓝琼英更为清楚。此时细想一下，不得不说励志手段着实高明，李连杰就是妥妥的接盘侠。当年那道追杀令让励志被迫吸引，退出香港娱乐圈，隐居美国。而励志吸引的时间是1992年，何猷帮出生的时间则是1991到1993年之间。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当时香港媒体一度爆料说励志为豪门秘密产子，拿到了1000万。1997年，励志发声否认，并表示愿意出1亿港元寻找说这个话的人。1个亿，这怎么这么熟悉？何猷君被传生子的时候也发过了一张类似的声明，同样是1个亿寻找证实这件事的人。说法如此雷同巧合，难道在有钱人眼里1个亿跟1万块钱一样？还是说这种策略出自同一个人手笔，四太太梁安琪？因此很多网友大胆推测何猷帮为励志所生，但几位太太都不愿意赌王再娶，便把这个孩子放到了4房名下。这也是何猷君从小就认为自己有2个哥哥1个姐姐，称自己为4哥的原因。同时可能因为不是四太太亲生，所以也找不到相关怀孕生下这个孩子的消息。早年何超琼好友曾在节目中说漏嘴，表示要考验其中一位嘉宾，让他排出赌王17个子女的次序，当时就引起了争议。因为4房长女何超莹曾公开否认了何猷家的存在，所以各方记录中赌王都是16个孩子，但如今再一看，的确是17个。这也就难怪励志多年不敢回香港，更别说认亲了。从以上种种疑点来看，何猷帮和励志的关系似乎变得十分微妙。加上赌王生前特意叮嘱何超琼照顾好弟弟何猷帮，然而四太梁安琪真的照顾不好，还是不放心呢？难道真的像网友所猜测的那样，
这是赌王的私生子，寄养在斯泰名下罢了。对于这种种疑团，世人再怎么好奇，随着当事人的死亡或者离开，终究只能成为秘密。即便斯泰现在想耍点花样，相信也没人敢接茬儿。毕竟赌王家族现如今的掌门人可是何超琼，聪明人不会在这个档口借着一个未露真身的孩子去赌未来。而关于何猷帮与位年轻舞女翩翩起舞，一舞落情爱起，已经年过60岁的何鸿燊深情款款地对这个年仅25岁的舞娘表明爱意，以后我就认定你了，不再找其他舞伴了。至此豪门何家四态落定，他就是凭借自己实力被誉为东方香奈儿阔太里的战斗机的梁安琪。想当初从一个月薪700澳币的舞女到如今拥有100亿身家的女强人，梁安琪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将时间倒回至2010年11月，何超琼代表二房感谢父亲赠送的 2.5 亿股信德集团股份。赠股后不久，赌王再次传出大动作，这次则是将压箱底的澳娱 31.66% 的股份均匀分给二房和三房，他自己仅保留 0.02%。值得一提的是，向来讨赌王欢心的四太梁安琪却没有分到任何硬货。难道说四太梁安琪失宠了吗？直到赌王的御用律师甩出视频，怒斥二房三房联手榨取赌王资产，外界终于看懂这场财富大战。赌王口中的 Pansy 正是他器重的女儿何超琼。为了争夺家产，何超琼联手三房架空赌王，逼迫赌王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而在这起财产分配中，被边缘化的四太梁安琪反倒成了赌王唯一的救命稻草。梁安琪得知赌王被软禁后，多次约谈何超琼无果，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北京，并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只身杀回香港营救赌王。也亏得梁安琪多年的商战经验，护住了最后一张底牌何鸿燊，最终才将家产平均分配。众所周知，赌王一共4房太太，其中最厉害的当属2房和4房。如果说2房的厉害之处在于子女争气，那么4房就完全是四太梁安琪一个人撑起一整部宫斗大戏的。他进门最晚，出身也低，究竟是怎样单打独斗，做到和家大业大的2房分庭抗礼的？1960年，梁安琪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干部家庭，原名宣伟林，她不是独生女，上面还有个哥哥宣伟奇，一家4口平淡幸福。父母对这个女儿非常宠爱，13岁时就送她去广州学习芭蕾舞。奈何美好的家庭生活很快就被彻底打破，陷入灰暗。1年后，父亲宣能海因癌症去世，一家人犹如天塌下来一般悲痛。父亲过世后，一家人靠母亲梁玉珍做护士维持生计，生活变得举步维艰。那一年，梁安琪14岁，被迫一夜长大。为了减轻母亲压力，梁安琪决定放弃学业，像哥哥一样早早的去赚钱养家。幸运的是，梁安琪经人介绍考上了广州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那时候广州文工团只招收15人，而报名的有2万多人，可见梁安琪的舞蹈天赋有多高。至此之后，14岁的梁安琪踏上了打工赚钱的艰辛生活。到了文工团之后，梁安琪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舞跳得好，但没有背景的她，老师连正眼都不瞧她，更别说教她跳舞了，甚至还经常嘲讽她，连3个月的试用期都过不了。在充满冷眼和憋屈的日子里，梁安琪立志要出人头地，也练就了隐忍刚强的性格。受到刺激的梁安琪开始拼命练功，希望能够跳出一番天地。后来她相继出演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小刀会，但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小角色。在文工团演出机会极少的她，为了多赚钱补贴家用，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外出找活，比如外出兼职做挂历女郎、兼职服装模特等等。在文工团做舞蹈演员，梁安琪一直看不到希望，却又无比渴望成名和成功。1980年，广东电视台招收演员，梁安琪心动地报名参加，想要另谋出路。可进入电视台后，直接让梁安琪萌生了退意，因为她不仅要签5年的合同，还要在此期间只能演一些小角色。于是不愿浪费青春的梁安琪决定离开，而接下来她要去的地方，直接而又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1980年，梁安琪听人说澳门好赚钱，于是南下闯荡。到了澳门之后，梁安琪彻底被眼前的贫富差距给震撼到了。以前在内地生活无忧无虑，但去了香港及澳门，便发现可以饿死街头都无人理。从小受尽苦难的梁安琪发誓一定要先在这里买房安家，一步步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为了融入当地的社会，将自己的原名宣伟林改为梁安琪，开始随母姓。一是显得洋气一些，二是为了从头开始。梁安琪图的是开始全新人生的好意头。
到了澳门之后，梁安琪为了生存，一天要打4份工，玩命的工作。后来又靠攒下的钱，自己开了一间小舞蹈班，专门教小孩子，每月只赚微薄的700澳币。上午他会去写字楼上班，下午就去赌场做叠马女，下班后又急忙赶去妇女会做舞蹈老师。虽然一天到晚不停歇，但辛苦又赚不到钱，不知何时能出头。不过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跳舞，也因为跳舞而直接改变了命运。梁安琪通过跳舞渐渐结识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开始涌进上流社会，最后一举翻身。1986年，何鸿燊参加一个私人舞会，名流汇聚，梁安琪经贵人介绍去了舞会做舞伴，这个人就是何鸿燊的三哥何鸿簪。那一天，赌王的3个太太都不在场，梁安琪被何鸿燊一眼相中，成了他的舞伴。结果两人在优雅的舞蹈中一舞定情。何鸿燊表明爱意地说：“我就认定你了，我不要再找其他的舞伴了。”那一整夜，何鸿燊都没有松开梁安琪的手。那一年，梁安琪26岁，何鸿燊65岁。舞会结束后，何鸿燊就将梁安琪安排在自己的赌场里工作，1个月3000港币。工资暴涨的梁安琪后来和同事开了一家舞蹈培训机构，成了小老板。经过几年努力，梁安琪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在澳门买了房。1989年，陪何鸿燊跳了3年舞的梁安琪正式踏入了豪门，麻雀变凤凰。一天，何鸿燊突然打电话对梁安琪说：“我很想和你一起生活，你愿意吗？”梁安琪听后虽然满心惊喜，但却冷静沉着地回了一句：“我需要先想一想，请给我2天时间。”梁安琪并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他害怕的是何鸿燊不会给他一份承诺。何鸿燊果然是对梁安琪情深意切，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放心吧，你是我最后一个爱人。从那刻开始，梁安琪就知道自己赢了，随后答应了何鸿燊的求婚。而对于这个特殊的太太，赌王也对她格外用心，不仅让她独居10亿豪宅，更是带着她出席新公司开业和颁奖典礼等代表何家女主身份的重要场合与何鸿燊在一起。1990年9月24号，梁安琪为何鸿燊生下了大女儿何超莹。有了女儿的梁安琪渐渐在豪门中站稳了脚跟。何鸿燊主动提出每月给梁安琪10万元作为零花钱，但却被他拒绝了。他对何鸿燊说：“我不要钱，只要你教我做生意。”至此后，梁安琪就进入了何鸿燊公司基层，开始财务知识的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由丈夫亲自教授公司运营技巧。几个月后，何鸿燊就把朝鲜赌场的工作直接交给了梁安琪打理。梁安琪是一个极度要强的人，即使怀孕期，她仍是坚持挺着大肚子在公司工作检查。赌王的这位4太太的上位之路可以说是完完全全靠她自己打拼出来的。1990年后，梁安琪开始着手购入普京最旺赌场周边的优质商铺。据不完全统计，梁安琪早在90年代时就有3个商铺，2家赌场。在赌王身边，梁安琪学得有模有样。之后，他又投资了不少有潜力的地产，现在价值过1000亿。2013年，在他名下的房子就有52套，这其中还不包括梁安琪送给自己儿女们的豪宅。梁安琪还效仿2太太，让自己的大哥到赌场做财务管事，壮大了自己在何家的势力。靠着何鸿燊的独宠和自己能力，在3姨太还没购入别墅的时候，梁安琪已经坐拥了5座别墅。为了让自己在何鸿燊身边的地位更牢固，梁安琪帮赌王解决业务上的各种困难。在何鸿燊收购股份谈判进展却迟迟没有结果的时候，梁安琪就主动帮助他成功收购。何鸿燊和妹妹石姑娘争夺权力期间，梁安琪就努力让奥博上市，成为何鸿燊背后那个最能干的女人。为了何鸿燊的面子，他白天求人，晚上饭局，质疑声和流言从未断绝，但梁安琪全部一人扛下。在这期间，他没有找何鸿燊抱怨诉苦，在这1年里，他更是与自己的子女们从未蒙面，断绝所有联系。梁安琪深知男人的宠幸靠不住，即使对方给了承诺，所以一直以来梁安琪都在努力成为自己的依靠。这样独立性子的女人，其实就算没有遇见赌王，她的一生也必定璀璨。在过去的30年里，梁安琪一直在和时间竞争着。如今她的事业终于蒸蒸日上，涉及各行各业，属于她的商业帝国逐渐强大。除了独立，梁安琪的为人处事也是相当圆滑。在何鸿燊的正房李婉华离世时，2太太和3太太都选择了回避，默不作声，唯独只有梁安琪默默为李婉华筹备了葬礼，除去操劳之外，不留半点怨言。如此有大局观的梁安琪，让何鸿燊对其更加信任，也极为偏爱。何鸿燊也曾说：“我与梁安琪的爱情，就像英国影后赫本的电影《窈窕淑女》。”
我就是片中的教授，一步步将梁安琪培养成了现在的社会名流。所以梁安琪卧室里到现在都一直挂着赫本的画。梁安琪这么多年只维护何鸿燊一人，最终如愿换来了应有的回报。他曾说，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赌局，我愿意相信他充满希望，并为此一直努力下去。这个被港媒称为东方香奈儿的豪门阔太，从灰姑娘蜕变成女强人，也算是实至名归了。梁安琪不甘平凡的坚持，还有为赢而拼命的决心，让他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在何家这场豪赌中，他一定是最后的赢家。正如他所说，我没有怎么读过书，没有书缘，所以样样都必须赢。纵观四太这一生，可谓是典型的麻雀变凤凰。只是他真的开心吗？众人都知道，在赌王何鸿燊妻子这一栏，梁安琪3个字是永远都不可能出现的。虽然他得到了荣华富贵，圆了最初的梦，到达别人几辈子都不能企及的巅峰，但他终究还是失去了一生的爱与自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权力者游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